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你可以看到，最近以色列疯狂打击伊朗，而今天伊朗整个压起来了。为什么叫压起来？你看到他最高领袖哈米尼直接发文说什么？战斗开始了。在今天晚上，他们会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让世界铭记他们100年。就在这一句话的前后，伊朗官媒播出了一段他们新的影片，这影片全世界人看到吓一跳。为什么？你看到画面当中有人在抚摸着一个东西，这东西是什么？竟然是一个小型的核弹头。在这个小型核弹头的右下角，你可以很明确看到，它甚至写了一个英文字，叫做 maybe。maybe 就是什么？也许我今天会动用核弹来打击以色列吗？但是让大家觉得最诡谲的是什么？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目前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里面空荡荡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直接讲非常白，他在他的社群媒体直接讲了，美国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他要伊朗无条件投降。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永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好，稍后还有政治专家林廷辉会加入我们讨论。世聪，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聊以色列到底怎么去蹂躏哦，我们蹂躏这个字眼，为什么？疯狂打击伊朗。我心想说，伊朗真的没这么弱吗？没有。今天哈米尼讲话，哈米尼什么？战斗开始了。再来是什么？我把我核弹的影片全部都丢了出来，还用一个英文字母叫什么 ？Maybe。真的要动用到核武了吗？没错，因为哈米尼现在没有步可以走了，他现在只能够玩更大。好，那玩什么更大？我们当然不知道他要玩什么更大。不过他已经预告了，他预告什么？我以尊贵的海达尔之名的战斗开始。那海达尔是什么？海达尔就是什叶派第一任头目的名字叫海达尔，所以你知道他赌上了他整个什叶派的这个信心。好，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说真的，现在这个伊朗已经被轰到体无完肤的这个地步了。你看，连川普就说：“我要你。”无条件的投降，无条件哦，无条件。那你说这个哈米尼有可能会无条件投降吗？他当然不希望，他绝对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好，但是呢，他想战斗，但是伊朗人现在怎么样呢？伊朗人现在躲起来了。好，为什么躲起来？我们先给大家看，这是什么？这是这个德黑兰的这个街头啊。对，德黑兰街头，你可以看到，空空荡荡这一张照片，我远远看，我想说这台是机车吗？是，看起来也不像啊。对，完全没有人，完全没有车，街道上面人行道。都没有人。对，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因为这个所谓的川普已经警告说，德黑兰民众赶快撤离吧。所以你看，现在很多记者或者很多民众在德黑兰街头上开车开了那么久，都没看到半个人。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这个德黑兰境内或者很多伊朗的大城市，现在都没人，大家都跑了。所以你看，所以显见嘛，你看为什么这个哈米尼要赌啊？你看伊朗人并不信任哈米尼啊，他们反而比较信任川普的这个警告啊。好，那知道。事实上，当然了，他们就要这个，目前哈米尼他都没有对外现身。川普现在说什么？川普就说我们已经知道你在哪里了，我们随时都可以狙杀你，但是我没有要这样做。真的，哈米尼现在呢，如果真的他是一个勇者，照理说他应该出来现身，跟大家说啊，别惊，我起码给我狼吼这样一个战。他没有，他是这样，他用这个 AI 的这个方式。你看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有个影片嘛，用 AI 来反击以色列嘛，然后哈米尼在这个地方嘛，啊，他在那边这个主导一切的这个状况，然后最后还是什么？最后还有一个纳坦雅胡啊，纳坦雅胡抱着这个爆头啊，然后这个石头往下坠啊。那你看这个整个 AI 的这样先生，不，我们用 AI 报复以色列这样的感觉，所以当然是精神胜利法嘛。不过我们也不要小看哈米尼啦，因为什么？哈米尼现在有说一个什么？你看他们伊朗有释出个影片，释出这个影片是什么？你看这个伊朗，你看这个影片里面还很故意哦。你看这是什么？一个核导弹哦，对，然后面摸这个核导弹哦，然后还给你说一个 maybe 什么意思？搞不好我要用核导弹来攻击你哦。然后紧接下来没多久之后，今晚将一个世界将铭记几个世纪的惊喜哦。那是什么惊喜？我们当然不知道。那我就讲为什么要这样？他被逼到没有包了嘛？你看川普就直接说，我们已经掌握确切最高领袖的藏身位置，要干掉他易如反掌啊！他在哪里是安全的？我们不会除掉他啦，但至少现在不会啦。我们不会想要用导弹或是袭击平民或是美军，我们的耐心即将耗尽，所以耐心要耗尽了。然后呢，这个目前为止来说，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也是一样啊。他们呢，稍晚会有惊喜嘛？他们惊喜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两个都说会有惊喜。对，所以呢，事实上现在双方人有点像火车头要对撞嘛。看这个川普跟你下对后通牒，我们可以宰杀你，那你要无条件投降。那以色列说我们要玩一票大的。那目前为止来说话，哈米尼也说我们要玩一票大。所以现在等于啥？他们3个人在赌桌上面来说都要说哈。你看伊朗就直接讲了，伊朗这里就是说啊，你看我们不是发射很多飞弹去打以色列吗？对。那伊朗的这个电
电视台就说，伊朗对以色列的飞弹击中了。那我们的这个法塔赫的这个飞弹突破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完全掌控了以色列领空。他说什么铁穹没有用，我们伊朗的飞弹才强。对，好，我们就在讲这里面来说几分真几分假。什么叫几分真几分假？因为他们的法赫飞弹来说，的确有突破。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伊朗的这个所谓以色列的铁穹非常厉害嘛，它有铁穹系统、什么大卫系统、一大堆系统，四五层，还有萨德等等层层的戒备。照理说啦，伊朗的飞弹是很难突破。不过法塔赫飞弹真的是有突破，它真的突破了他们的相关的这个铁穹系统，真的击中了特拉维夫。对，那就是这个法赫塔的这个飞弹。那法塔的这个飞弹来说的话，到底说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个，因为法塔飞弹它是一个这个就固态燃料的这个飞弹，两段式。什么叫两段式固态燃料？它有2段的燃料，第一段推动上去之后呢，在这个空中之后，它可以变换它的角度之后，再用第2段的方式，然后从外太空往下坠落之后，它最高的速度可以达到13到15马赫。所以为什么这个所谓铁穹系统拦不住？很难拦，它的速度太快。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伊朗就说，如果假设这个如哈米尼要干一票大，我们讲最坏的状况就是他用这个法赫的这个法赫塔的飞弹上面来说，加上核弹头，就这样直接打到以色列，要穿破铁穹系统，攻击以色列，摧毁以色列。这是目前为止他们能够讲的最恐怖的一件事。这个伊朗军方开始在那边宣称说，你看我们这个法赫飞弹控制这个伊朗的这个以色列领空之外，他还弄了一个照片，什么照片呢？他说，你看啊，这是什么？摩萨，就是说我们已经把摩萨德打击了。你看，叫以色列，然后摩萨德，伊朗最恨的摩萨德，这次我被打那么惨，对，不就是你摩萨德？对，他讲，我们把你打掉了。可是问题是，赵和，你仔细来看了，这个好像有点怪怪的。为什么？这个是摩萨德，那你知道摩萨德是这个拼音是摩萨，有 AAD， 而且大家知道说，事实上，这边哪有什么摩萨德的这个机构没有啊？所以这个被他说到也是合成。然后人家就说好了，如果假设你真的伊朗不怕的话，那你干嘛就做这样做？你知道现在伊朗内部说什么吗？我们不是很多人都有手机吗？手机的说，上次这个以色列不是用所谓 BB call 的方式炸掉很多真主党民众？他们现在怕什么？怕说，我的 WhatsApp 里面搞不好会泄露我的身份啊，搞不好我被炸掉啊。所以就说欢迎你们，我们所有的伊朗人呢，把这个所谓 WhatsApp 或者很多亲美的 App 把它移除掉。怕都怕死了，全部都给我删掉。对啊，所以你说，如果你真的把摩萨德干掉的话，那摩萨德没有什么用，那你干嘛做这个事情？那甚至现在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伊朗的末代王储巴勒维，他马上就开始的，就说，哈米已经失去了控制，失去了民心。他说号召民众的集体起义，然后结束这46年来对伊朗人的这个战争，完全推翻哈米尼。对，好，那这是内部嘛。好，那除了这个伊朗的王储也出来，然后街头上非常多人。你看，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很多影片里面来说，你看这个大家的，这是监狱人士哦，就是他们逃狱了。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目前为止监狱也无人管，没有人管，所以他们就开始逃进去了，跑，就开始跑出来了哈。所以监狱，你看一个国家控制不住，就是监狱它都控制不住了。另外还有什么？德黑兰的商店里面来说哈，也非常多人在那边这个关门的时候，很多人在那边撤离的这个情形。所以你看，实际上现在整个德黑兰境内真的是非常的慌张的这个状况，甚至民众现在要抢什么？加油站要抢油，对，不然就去面包店排队，还有吃的，对，吃的就这样。所以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来说，都是要这样。然后这个他们还说，他们要试图离开这个德黑兰的这个情形。而且有非常多的居民说什么？他说，我们透过荧幕看到以色列在加沙的毁灭性力量，代表什么？以色列他们对加沙这么狠，那今天如果真的也打成这个样子，我才不要成为下一个加沙。应该这样说了，他们几个月前可能看到以色列在蹂躏加沙，对，现在的感觉既视感就是好像我们变成加沙，被以色列蹂躏的感觉，所以这就是目前为止当地民众害怕的这个局面。所以我才说嘛，目前为止哈米尼已经没有后路可走，他只能够往前攻了。好，那我就想，那这一次的这个以色列突袭这个伊朗来说，到底获得什么样具体成果？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伊朗目前为止，大部分的飞弹基地都被摧毁了。你看，这是伊朗的原本的飞弹基地，这是在被攻击之前。你看，这个建筑物都还蛮明确的嘛，对，有一些建筑物，然后都还蛮标准的，没有被摧毁。可你看，这是之后来说，你看，赵伟，你看这建筑物完全都不见了，更被夷为平地，都被打掉了，废墟没两样。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们的很多飞弹基地都被干掉。所以为什么伊朗能够，人家就说哈米尼，你说真的还是假的？你现在到底有多少飞弹？另外，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以色列今天也公布更多，他们去攻击所谓飞弹发射器。飞弹发射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有飞弹，但是我要架在发射器上面才能够推动它嘛。那这个伊朗就摧毁你的这个所谓飞弹发射器。
现在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摧毁了这个以色列大概2/3、1/3以上的这个飞弹发射器。所以你有飞弹，甚至其他国家帮忙你有飞弹，你没有用。对，没错，你没有发射器，你要打什么打？它目前为止大概，因为它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发了700枚了。那700枚来说的话，它现在库存大概是300到1000枚左右。那问题是我要加在发射器啊，问题是你发射器上面来说已经这个1/3已经不见了，所以等于是说我要再攻击你。现在它的发射器为什么没被攻击到？你知道吗？因为它躲起来了，躲起来了。它真的架出来要发射你的时候，以色列就知道你在哪里，就把你打掉。所以说真的，它到底能够有多少能够持续反攻的力道？这个大家都存疑的哈。那除了这个发射器被攻击之外，你看德黑兰很多民众他现在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也被轰炸。我不是讲吗？以色列就挑定一些军用设施，或者是说这个你有这个军事头目、外交官在那边，他就给你炸。所以炸到现在，德黑兰的民众都非常的害怕。难怪德黑兰它跟空城没有两样。大家都跑光了，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以色列还继续在攻击你嘛，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德黑兰的民众我们看到早上空无一人。好，但是现在呢，其实全世界最关注的焦点在什么地方？当然就是在伊朗，你到底有没有核子弹嘛？哈，对。但这目前为止来说，伊斯法罕还有纳坦兹都已经被摧毁了，就只剩福尔多。对，那为什么福尔多很难摧毁？我们不是讲到吗？它在地下碉堡掩体下面，你看这掩体下面的。约莫80到90公尺左右嘛。对。那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人类所能够炸到最深的来说的话，只有老美的这个 GBU-57飞弹能够直接钻地到那么深。而且赵和你知道吗？根据美国有推算过哦，我们之前不是在 Top Gun 有看到说阿汤哥不是在电影中重复炸2次，对不对？但是目前他们那个其实就是在模仿怎么炸伊朗这个福尔多的。好，那这个福尔多，你看，根据他们美国已经估算过了。我们不是说，不是80到90吗？这个钻地弹不是可以钻到60吗？我们昨天还在讲什么？炸2次就一定够。对，第一次炸完之后，有一个有一个这个通道之后，对，再下一次，就可以炸到了。是，但是后来发现没有，不是2次。现在美国有估算了，这是美国前国防部的官员说，我们可能要6枚左右，所以要用6枚哦，炸6次，炸6次才能。他们是说确保炸了一定要炸到6枚以上。那6枚以上，我们知道是这个用 B2 轰炸机载1枚嘛，1枚13多吨，然后这样，所以如果要6枚的话，要有6架，至少6架，最多要6架，6架这样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而且你知道事实上他们怕什么呢？因为我往下炸的时候，我往下炸之后，万一这个地方有核污染怎么办？对，因为这里面浓缩有我们现在这个浓缩的这个当量来说，假设炸到会有核污染，所以为什么老美到目前为止没有动手？其实他们也在评估说，我真的炸了之后呢，这个核污染会不会影响到周边的国家？而且我要动用6次，他们你可以想定过非常多次。我们原本还在节目讲2到3次哦，没有，他们说6次才会最完美，而且他们经过演练过。你看前一阵子我们昨天不是在讲吗？他们原本在印太的这个基地里面 ，Andy Garcia 里面，原本他是用所谓的这个过去的这个 B2 轰炸机都不见了嘛，有6架嘛，现在搞不好他们就是准备要来这个地方，所以才说嘛，接下来的24小时，大家绝对要睁大眼睛看，到底是以色列灭了伊朗，还是伊朗能够灭了以色列？就在24小时内会完全揭晓。宇轩，以色列未免也太狠了吧？我们前面看到什么？他用军事的力量完全是碾压伊朗之外，摩萨德渗透力量让伊朗草木皆兵。现在更狠的是什么？这样力量还不够哦，他连金融力量他都出来了。金融力量什么？他完全用他的骇客把他的银行，把他所有系统都害了进去，我让你伊朗什么都没有。虽然说呢，这一次事件是一个叫做掠食麻雀这样的骇客组织所为，但赵和他们呢从来不承认自己跟军方有关系，跟以色列有关系。但是他们的能耐以及他们在骇客的技术，让人家吓到说，如果没有国家在背后支持，不可能做到这种程度。来，我跟你讲什么程度？首先，开始呢有伊朗的人民发现说，我打开手机我里面明明存着我们讲大概10万元台币，对，怎么样都打不开。这个账号全部都被冻结了，然后要么有人打开之后发现变什么被清零了。来，你看这是他的 ATM 提款机，跟你讲说 ATM 现在完全没有办法连接到中心，也没有任何的数据，完全死机了。我让你跑的时候，我想去领钱，我要带钱跑，也不让你跑了。对，所以这时候伊朗开始发现说大事不妙咯，感觉有点奇怪。后来赵和，你才知道发现什么吗？他是把整个金融系统清空。这才最可怕的地方。清空金融系统。我问你你现在的存款有多少钱是放在银行里面去？我讲，至少我们讲了，所有的就大概财产80%、90%嘛。正常哪会在钱包里面放一大堆钱，哪会放在家里面啊？对，那你想想看，如果那个90%、80%你的资产，跟你讲说一系全部不见了，那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跟动荡？
这才是可怕的地方啊！它是整个国家的金融系统，可能这个银行内部，你看、全部都瘫痪掉。对，你看到这个叫塞帕银行哦，他说过去哦，这个塞帕银行为什么他今天会被针对呢？因为理由很简单，发现了有非常多的弹道计划。对。核能计划，对全部呢都是由这个银行所资助、所赞助。说好啊，那既然这样子，我直接让你抽银根。但是我们一般的抽银根不是这样抽啊，一般是停止给付而已啊。他是把你整个银行机构，你曾经帮过做核弹，我现在让你连钱都没有，我看你怎么做。所以你看哦，有一个客户就是这样，他登录进去了，然后手指头这边按，发现说我的余额不见了。这会造成金融秩序很可怕的动荡。5亿的拖卖，然后直接变零了，对，我一身心血都没了。对啊，就大概台币10万块左右。但对他们来讲，这个钱已经很大啦。就你现在看到画面啦，完全没啦。而且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下一步现在是先把你的金融机构全方面的做扫荡，让你有钱变没钱。他只要骇客一个按键可以蒸发掉你瞬间。所以所有的伊朗人，他们现在是一个很无助的。我们看到是外面已不断的有炮火在上面，但是我想要跑，我想要有钱。我1毛钱都没了，1毛钱都领不出来了。所以他从实体上对他进行物理上的打击，精神上的以及金融上的也彻底把你摧毁殆尽。那他们整个国内的运作这样要怎么运作？会大乱，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他下一步可能会更狠，因为以色列曾经对加沙进行一个叫做通信黑暗。通信黑暗，什么叫通信黑暗呢？就是我把你网路断掉。网路跟电力，之于现代人来讲，这是不可或缺的2个要件。你看哦，这是他原本的网路连线状况，从戴尔巴拉赫、加沙汉尤尼斯以及拉法这些区域本来是100%，对不对？就照了，你看一路掉到最后面，包括加沙在内，整个走廊最低的甚至到多少？只有6%了。对，等于你网络6%而已。对哦，你就想想看，你是现代人，对不对？我跟你讲说，你台北市就台北市好了，台北市的人所有的存款都清零，然后台北市的人网络只剩下5%的人可以使用，你觉得我们会怎么样？会翻脸，会造反，绝对造反。天下大乱，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发展核能了，这什么反击了，这个都已经毁灭性的打击嘛。所以你看哦，这是他们去侦测到，因为他连电力设施都一步一步的切掉，所以你看加萨目前只剩17%的网络覆盖率，北加萨只剩1%，那其他地方比如说拉菲更惨，直接剩0%，直接归零了，打回石器时代啊！你没有网络，没有电力，没有金融，没有系统，那你不就回石器时代了吗？你还能干嘛？所以你想想看哦，他们现在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说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般骇客可以做到，因为你骇客或许可以扰乱网页啊，扰乱一时的金融秩序，但是你要层层突破整个银行系统的防火墙，入侵到最里面，如果不是有国家级的力量，怎么有办法做到？来，你仔细看这个描述，第一。这个塞帕银行是它最大的国有银行，对。再来，它的资料库已经被清空了。再来，它的所谓的是被匿名骇客渗透，而且不只是窃取资料，还把它摧毁、格式化、账户、转账记录、营运资料全部消除，等于就是重置、归零，全部让你整个银行把银行所有的最机密的资料通通归零了。对啊，那你想想看，那你现在连交易记录都没有，你知道为什么交易记录很重要吗？我如果只是把你这个银行的存款归零，对不对？我可以从其他家银行的去调到说，至少我可以确认说我有汇多少钱进去，他还有办法重组。他是连你的交易记录全部斩断，就是说，只要这间塞帕银行好像从来没有在地表上存在过，而且你知道可怕的是什么？这是有计划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猎死麻雀每次都说我们锁定呢，是因为它资助弹道飞弹跟核子计划，所以我们要打击恐怖主义嘛。但每次你看哦，2007年的时候，美国曾经制裁过这个塞帕银行，说你支持飞弹计划。对。2019年的时候，美国说你有从事军事跟民兵的计划，所以我跟欧盟、英国对你制裁。2020年的时候呢，他也是导弹计划制裁。但赵总，你知道巧妙是什么吗？在07年、19年、20年的时候，每次美国一说要制裁他，这个猎死麻雀就会跑出来，就会行动，啄你个2下。因为现在当他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讲攻击从来没有像这一次这么严峻过。因为虽然说他有很多种方法，你知道伊朗其实有一些有钱人他会把这个货币藏到哪里，你知道吗？加密货币。对，所以他们现在把所有的资金现存的，除了这个塞帕银行之外，赶快转。全部都转地下化，转成加密货币化。这样子我吓死哦！如果塞帕银行相关资料我都没有，我就不相信塞帕银行没有在玩虚拟币，没有在收虚拟币，等于是什么？他从平民到富豪，一次把你斩掉的，是全体国人。因为他之前其实过去就已经好几次这种尝试性的攻击，只是没有这么残酷而已。但是呢，他们那时候就发现问题，说真的没有办法挡。
所以有些很聪明的啊，或者是说搞这种核能的恐怖主义的人，早就已经慢慢把钱转过去。但是这一次通杀对他们来讲还是很造成很大影响，因为你还是要有人可以交易啊，你满手的是虚拟货币，但问题是你现在国内的经济已经产生崩盘的现象了嘛，而且呢，这个网络战升级到金融战，我坦白讲哦，它还有接下来还有下一步，这个下一步是什么？它可以用网络攻击到实体。我跟你讲很可怕，比如说2022年的时候，曾经发生一起，你现在看到那个画面是什么？是钢铁厂在爆炸的画面。你说宇璇啊，这就是火灾啊，这跟骇客有什么关系呢？来，我跟你讲哈，它是利用骇客入侵到钢铁厂的这些电子系统，然后让这些电子系统操作不当，导致内爆。所以它可以用骇客的方式来去摧毁你实体的建筑物。那你想想看，如果它害到了相关，比如说跟核能有关的系统或组织，它可不可以瞬间把你整个我们讲在研发过程当然可以啊。所以它厉害在这边嘛。你看哦，这发生在哪里？当时呢也是一样，这个猎食麻雀说我对重钢铁厂呢进行渗透，导致呢成功控制，让它钢熔的这个液体失控外泄，等于说呢，这个锅炉，比如说它到一定点的时候，它应该要把它停止下来，他就故意不把它停，让它持续的堆，持续的灌进去，最后它溢出来之后，那个高温嘛，几千度了，烧起来了，瞬间产生火灾，而且他还把这个画面哦，监视器画面也是由这个猎食麻雀所公布的，代表说我一边攻击你，代表我连你的影像我都可以控制住，对，那我把这些所有画面，他们就说这根本就是国家级的混合治安攻击嘛，甚至是呢，在2023年的时候，这更扯。他直接把伊朗70%的加油站，然后你看到那个画面，一台车全部都堆在那边，为什么？因为加油站的这种加油都是电脑连线啊，电子连线啊，那所有人都最后没办法无油可加。那你说无油可加，宇轩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你想想看，70%的加油站瘫痪掉，那照等于什么意思？他们这么强伊朗全国70%的加油站，通通都是画面中这样变成停车场了。对啊，而且他当时只是中断一阵子哦，后来呢就想尽办法呢让它继续恢复了。OK， 而且首都最严重。那我问你，他如果铁了心瘫痪你100%所有使用电子的，而且一瘫痪就是瘫痪1个礼拜，那你不是交通整个进入黑暗期？对，所有的资料你看，他连加油站的系统内部资料，哪里在营运，哪里加了多少油，哪里有多少油，全部都掌握清清楚。而且每次攻击完之后呢，他就会对外大肆宣布。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啊，即便他们现在想要血的复仇，但是如果呢再这么针对下去，可能就真的要回到石器时代，拿木棒、拿石头对着美国人叫喊。廷慧，为什么伊朗现在我们刚形容他跟梭哈一样，他今天已经讲得非常白喽，还摸这个核弹头这种感觉，你要跟我弄，我就跟你弄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孤立无援啊！我的老大哥去哪？俄罗斯已经很摆明了，你还是投降好了，你还是去和谈好了。那中国呢？这个伊朗已经不是政权保卫战了哈，他政权即将可能在一夕之间垮台。现在在等谁呢？等川普。等川普只要一点头的话，纳塔亚胡可能就真的就把这个伊朗现在的政权整个端掉哦。那问题在哪里？就是说伊朗不是好朋友吗？中国、俄罗斯呢跑去哪里了？你应该现在就是在我最关键的时候、最紧急危难的时候，你要帮忙我、啊，应该要来帮忙我。至少要什么东西？就至少在各个地方来讲的话，造成美军或者是美国的这个分析嘛。那现在来讲的话，他现在只能自救。你看他晚上拍影片了，然后讲说摸着核弹头嘛，对不对？对。然后说要给世界上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记忆啊，就是未来来讲的话，人类的几个世纪的记忆啊。那大家都很不希望有这个核战发生，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努力呢？我们看到中国习近平在干嘛？他跑到这个中亚，然后跟哈萨克这边在举行中国跟中亚高峰会的时候，根本没有去提到说要中亚这些国家大家跟中国大家一起来力挺这个伊朗啊。当然，可能中亚国家也不愿意，但问题是什么？你要有所作为啊！你看川普遇到这件事情哦，川普到加拿大去参加这个 G7 的高峰会议，对不对？结果听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看川普现在马上干嘛？马上回国嘛，马上回美国嘛，那坐镇指挥嘛。那习近平呢？你是不是听到这事情之后应该怎样？马上应该就是在北京嘛，坐镇指挥嘛，因为这整事情来讲的话，整个国际局势的态势都要升高，然后接下来呢，将要有所作为嘛。你有所作为，应该比如说在联合国，在各个地方，要协助伊朗，你不是跟伊朗要站在一起的吗？结果完全没有，那变成说是空话。不是很好吗？因为一个事情，国际社会就是这么现实，对啊，说不要就不要了。你问题是他怕烧到自己啊，所以烧到自己。中亚这个地方，你好像装作没事的样子哦，这是一个。然后俄罗斯来讲要更夸张，你现在伊朗驻俄罗斯大使馆就是在抱怨啊，抱怨说你现在我们当时俄乌战争的时候，我们还提供这个无人机给你，对，结果现在嘞，
你连一个东西都没有。当然你说。普丁他已经自身难保了，他本身来讲，俄罗斯也没什么飞弹提供给这个伊朗了，那所以现在等着伊朗就等着被端掉了。那如果被端掉的话，那这4角就差1角了，你知道吗？4分差1杠，就是伊朗被端掉之后，只剩下北韩。我还觉得目前来讲，北韩目前没有讲话哦。或许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朝鲜半岛现在美军的这个警示已经提升1级了，不是吗？从这个 Alpha 变成这个 Bravo， 那这时候整个驻韩美军来讲的话，全部都在戒备当中，所以怕什么？怕金正恩趁这个机会呢，去搞南海的时候，等于是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啊。对，来这个围魏救赵不是吗？来救这个伊朗吗？或许北韩大家会认为说你金正恩还有一些意计啊，但是呢，习近平、普丁呢，基本上完全撒手不管，那这个两手一摊。所以伊朗到底该怎么办？伊朗现在说我的2位朋友，我的老大哥都能帮我。他的生杀大权就如同请问你刚讲，掌握在美国手上了。对，所以现在一件事情大家来看伊朗现在核媒体政权，你是要不要求和？你如果求和的话，马上现在跟美国跪下去来讲的话，美国或许还饶你一命啊。那如果你现在不求和的话，可能这个所谓的斩首，直接可能就把核媒体，因为你知道这个伊朗里面的军委会里面的相关的很多人啊，基本上只剩下3个而已，其他的大概都已经被斩首掉了。对，所以纳塔尔胡绝对知道说你藏在哪里。他以色列特工、以色列摩萨德绝对知道说你到底是窝藏在哪一个地方，然后可以给你斩首。所以现在如果说他政权想要保下来的话，唯一的方法可能就赶快跟美国求和，来达成那个所谓的核协议。如果没有的话，那有可能就跟那个叙利亚政府一样啊，阿萨德政府可能就流亡了，可能就不见了。那不见的时候，整个伊朗重新恢复一个过往巴勒维的这个政权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亲美政权。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国际政治的瞬息万变哦，中东来讲的话，到最后如果出现一个亲美的伊朗政权的话，那邪恶轴心4咖，少1咖。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